你就很愚蠢啊，所以你活到这样子，所以你朋友都离开你啊。我一定不敢这样跟我妈讲，可能就是那时候家里状况没有很好嘛，所以她很常生气这样，而且你知道她会这样打我头，这超痛的。明明是一个很近的关系，但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难道我不能拥有一个期待，是我其实也很希望我妈妈爱我，我也希望我妈妈有一天可以好好的对我说话。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两个好朋友，非常好的朋友，一起来聊一集。就是我觉得成年人有一个难沟通的情况，除了是伴侣关系之外呢，我觉得更难沟通的是跟爸妈的沟通。小时候当然我们是被沟跟被通的那一个，强迫。但是他长大之后呢，哇，好多的攻防战啊！但是我觉得还是爱他们嘛，所以这一集我其实很期待跟两个好朋友来聊聊，就是我们在长大之后，究竟在跟家人的相处，我们改变了什么，而我们的爸妈也因为这样改变了什么。好，那欢迎第一个重点嘉宾，我们的莫。大家好，我是莫。好，然后再我们欢迎，嗨，大家好，我是人上的小欧。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小欧，我比较想问，在以前啊，你跟妈妈的相处，就是从你大概30岁到40岁这段时间，你跟妈妈的相处大概是怎么样？我跟我妈妈的相处，其实从1岁到45岁，其实都没有太大的改变过。因为我妈是一个很我行我素的一个人，极度。她明明145公分。但他给我的感觉，或者是他在他身边同学的感觉，都很像是一个形容词，叫小巨人，就是个子矮，但你不觉得他是可以打 NBA？ 对，他会让你觉得他的存在感非常的强烈。那反而是我觉得我跟我爸的关系是，其实30岁到现在是比较有很大的改变。小时候我对我爸的印象是，我爸是一个脾气很糟的一个人。然后动不动就是会想要生气，然后我曾经有因为他想要好像是要打我妈什么之类，我就因此跟他干架。从那一次之后，他就没有再对我们发过脾气了。然后他后来因为他很早就退休嘛，他50岁就退休，所以他的个性上也相对的变得没这么刚硬。但他的那个倔强的脾气是没有变的，就会反射在很多，就是比如说他有病痛，但他就会不想去看医生。我相信这个是多数人家庭里面都会遇到的，就明明就是你有病，干嘛不去看医生啊？是有问题吗？就是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倔强个性就会一直延续到现在。那当然后来因为有些学现在课程的东西，当然有些改观。是，刚刚有听到是爸爸的个性跟妈妈的个性嘛，对不对？所以因为他们的个性是这样，你们之前的相处，你们互相理解的这一个分数，假设1到10分，如果去评价的话，会是几分？我花了蛮多的时间去观察他们在意什么，跟他们追求什么，或者是他们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对我们爱。就他爱的背后原理是什么？所以我自认为我对他们的理解应该有到7.5或8分。那因为我们家的教育比较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是我从小到大，我爸妈并没有阻止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他们讲话。所以我们家常常会给人一种在吵架或者是没大没小的感觉，也就是对我来说他们是朋友，我没有把他当爸妈看。最像朋友的那一次的说法，你说了什么？你就很愚蠢啊！真的哦？对啊，你看嘛，所以你活到这样子，所以你朋友都离开你啊。对啊，然后我爸会在忍不住的情况下，王木勋，你可不可以注意一下？好，那莫呢？我一定不敢这样跟我妈讲，是不是有点羡慕？那你觉得好自由奔放的感觉。那像莫，你跟你妈妈的相处，以前是怎么样子？以前我其实很小的时候，我很怕她，因为她可能就是那时候家里状况没有很好嘛，所以她很常生气这样。而且你知道她会这样打我头。
是超痛的。你说拿用这个敲你的头，对，就是很痛的。所以我小时候就是觉得我妈只要跟我讲什么，就算我不要，我还是会试着做看看。对。然后，但是因为可能我慢慢的感觉到她，比如说她有去佛堂，然后她改变了她的想法跟她的心智的时候，在那时候我也慢慢改变了。比如说对金钱的看法啊，然后对朋友的看法啊，对。但是我其实还是很怕她，因为我是固定5点一定要回到家哦。我到大学5点过后，下午5点过后就不会出门。是要回去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因为我们家在卖槟榔，所以我以前5点要回去顾槟榔摊。对，但是我后来就算我不用顾，我还是5点乖乖坐在那边呢。真的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恐惧都是还是在这样子。但是后来到现在，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这几年比较好。我以前连跟他讲话我都不会笑，因为我不知道这样笑会不会很奇怪。就是他讲了一个笑话，他觉得很好笑，但是我不敢笑。那我说你为什么不笑吗？没有，他就觉得我很严肃这样子。真的心里面没有 always 说这不是你逼的吗？然后我就说然后因为我就要很认真听他讲话，我就会点头这样子。然后好像是这几年他年纪又更大了嘛，他常常会跟朋友发生一些好笑的事情，然后他会跟我讲，就是我试着去接受他想要跟我分享这个喜悦这样子。然后我笑几次跟回应他几次之后，我觉得好像也还好啊，跟以前的感觉比较不一样。然后那时候才慢慢的，就是我们那时候要累积好的经验嘛。对，所以我那时候慢慢累积这些好的经验的时候，我觉得到现在就是真的还蛮好的。而且因为我会想要聊这一集，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接触过的一些探讨家庭沟通的事情，我发现有很多都还是在那个我以为我学了什么我就可以叫你做什么，但是它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难得有机会跟家人相处，难得有机会碰个面，但是碰个面的时候就是讲没几句，大家还是不要讲话比较好。麦克亮好，吃饭，然后你就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出来，然后到最后就是小孩子回来，或者我们看到爸妈，但是却可能有一种情况会变成是说2个人也不知道要怎么讲，可是这明明是一个很近的关系，但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在关系里面有一种情况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是我跟一个人的关系如果有一天是从冰冷到好，那他这个冰冷到好的第一站究竟是什么？我后来想起来，其实那个第一站就是从你到底理解这一个人有多深，跟你怎么去看待你理解的他。比方说就像默好了，因为你有提到小时候妈妈是会用这个方式的嘛对，那你现在在想起小时候妈妈用这个方式对你，你怎么理解这件事？就是他希望我们可以听他的话，就是希望可以照他的方式做。但是你不会怨这件事吗？至少他不是拿手指虎是这样，就是我会觉得为什么每次都，当然我也会生气啊，只是说我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就觉得他可能就心情不好啊。以前小时候就很多状况嘛，他可能就心情不好，然后他必须要让几样事情他可以控制，那可能小孩就是他可以控制之一这样子，有一点身份错位的感觉。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很像是我们因为很爱他们，也知道他们有多辛苦，也很有可能我们当时受到这些体罚都还在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因为有些时候是相同的行为在某些人的心里已经造成无法忽视的伤害了。所以它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我现在看这件事因为爱所以我觉得还好，别人就应该要这样，其实也没有。但是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比较像是说，因为我们爱他，所以他对我们做了一些行为，其实我看到这件事我会知道说，这是你当时为了生活可以过必要做的事情。对，所以我可以理解这件事，它不影响我对你的爱。那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每一个人看待跟爸妈的互动，它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点。我身边有个朋友，他跟妈妈的关系是这样，他妈妈是一个很强势，很容易否定他人，又带着不耐烦，会不断贬低他的一个个性，从小到大。因为他有一个很优秀的姐姐，姐姐优秀到是从小到大不是全班是全校第一，他的功课不算差，但怎么样你都不是全校第一，所以自然从小到大就会被不断的比较。他妈妈就会在他小时候让他感受到是
你为什么连这个都不会？因为你姐姐都会，同样都是我生的，为什么她是第一，你才考这样子？而他会一直不断的发现一件事情是，不管他怎么做，他都做不到他爸妈的标准，他只能最后选择按照爸妈的规则走，但他心里面还是不舒服，他对这一件事情还是觉得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而他也因此从小到大到现在为止，这个阴影并没有消失，而那个会变成一种本能反应，就当有人只要一对他讲话稍微皱个眉头，他就会觉得你是不是要攻击我？你是不是等一下就要贬低我？即便可能那个人是像应该没人会猥亵啊，但他的解读为什么我的心声被你 catch 到？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他还是会解读成。但妙的是，尽管他对他妈妈有非常多的不谅解，尽管他妈妈带给他的伤害到现在为止都还是一直持续，但他并没有不爱他爸妈，他还是非常深深的爱着他妈妈。所以从那一个故事，我理解到了一件事情是，有一些人他们在关系中，他发觉当他在诉说这些所谓他觉得这个关系里面带给他的不喜欢、不习惯跟不适应的东西时，他的朋友都会说，那你就不要跟他在一起啊，你就不要跟他联络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你干嘛这么自虐？你就不舒服了。那他会产生另外一个不舒服的感觉是，我其实在跟你描述这件事情时，我其实也想要问，我到底是不是有资格去描绘说我在这段关系里面我感受到的这些不快乐，而朋友给他这些回馈会让他觉得他不配的，不能拥有这些不好的印象的时候，他会在内心产生很极大的冲突。然后当他朋友就跟他说，你就是一定要离开这段关系才能守护这一段关系时，他会产生另外一个冲突，是我虽然不喜欢我妈妈对我这样做，我不喜欢我妈妈对我的说话方式，我不喜欢我妈妈对我的这些脾气，但难道我不能拥有一个期待，是我其实也很希望我妈妈爱我，我也希望我妈妈是有一天可以好好的对我说话，我也期待有一天我妈妈会过来摸摸我头说你辛苦努力了。他其实会有这个期许在，这是我发现这些人会有这个样貌。对，而且因为我刚刚听你这样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为什么他这个伤会这么重？是因为如果那一段话是他原因重现的话，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是：难道我不能期待我的妈妈是爱我的？所以其实他假定了之前妈妈对待他的那些方式不叫爱。所以这里其实刚好扣回我刚刚讲的那件事，我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而我怎么去解读这件事。如果他的解读是你的这些对我的要求、比较，甚至不断的打压，全部都是恨我，这个不叫爱，你这个就是不爱我。那确实他已经成为一个我最爱我妈妈，可是我却是一个在我最爱的人心中不被爱的人，那这样他是不是就很难过很痛苦？对啊。可是我觉得或许他要把它拆成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是妈妈有没有爱他，我觉得偏爱姐姐一定多一点，这是故事里面听得到的嘛？对，但是他不能佐证妈妈没有爱他嘛？对，没办法。对，可是我觉得第二个点是我不能接受你用这个方式来爱我，那这点就可以探讨。对，因为当他可以理解妈妈对他的好意是什么，同时这个好意延伸的行为不是我喜欢的，那他能够争取的事情其实是告诉妈妈他对他的好意是怎么样去了解的同时再告诉他说，以着你要的这一个好的动机，对于我来讲，我喜欢的是什么，而我难过的是什么。对，那而且我想要跟你说的事情是，即便你是爱我的，行为上有造成的痛，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一种我们互相的理解，我没有怪你的动机。因为我觉得很多我们这一辈要跟爸妈谈这些事的时候，很容易进入一种情况，就是因为我的动机是好的，所以我行为上带给别人的伤害我就不管了对不对？很难吧？就他会很容易变这样啊，就会变成是说我只是疼你而已啊就是他们以为我只是疼你而已他们以为爱与恨是可以相抵的，
但事实是爱与恨是2件不同的事情。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很喜欢一种说法，当我们意识到文字是有后果的，语言也是有后果的，那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他才可以跳脱那一个只要动机是好的，一切都没问题，就只要是我爱你的，所以我对你造成的伤害都是可以的。对，但是这一条疤怎么办？对，但是他的这个课题就会比较像是他跟他的妈妈互相理解的课题，可能现阶段最多只能做到互相理解怎么看待这些事，跟我告诉你我的看法跟想法之后，你怎么来理解我告诉你的这些反应。是他希望妈妈要怎么对他说话，这个就跨过了妈妈可以选择的课题。我已经帮你定义什么叫做对的事情。对，就是这段关系你要变这样子才是我心里期望的好妈妈。对，可是他能不能告诉他我的期望是什么？当然可以。所以我觉得所谓家里的沟通，很多时候都是一直在处理理解，理解到选择，理解到选择。那这边会不会有种冲突是，其实我本来在跟你说这个我的想法时，我希望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对我的时候，但你后续却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来对我时，我内心一定会有个冲突，我没办法去消化内心的那一个期待，因为一直落空，那怎么办呢？我就会往另外一个角度来想，那我有没有成为别人心中100%期待的那一个样子啊？对，你说我没考到100分。我没有把我姐打趴，没有啦，打趴我姐以外的所有人。对、OK， 或者是说，今天我们平心而论，有一个人他能否做到另外一个人心中100%期待的样子？我相信他做到之后，他有可能会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刻问说：“我到底是谁？”对不对？好，那另外一个角度是说，莫你会觉得，那会不会以妈妈的角度，她也会有希望我们理解她，但是我们却不理解她的事情？有啊，应该是很长啊。怎么说？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因为我妈妈很常会讲到以前她刚嫁去我爸爸家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但已经很久了嘛，40几年了，然后她一直讲，所以我从小时候听她讲到我可能很讨厌某一些长辈，到现在我觉得好像还好，长大之后可以更理解他们之后，我没有那么讨厌，但是她还是可以一直讲。我就跟她说，你听道理听那么久了，你还没办法放下当朋友了，很棒，你有进步了。但是以前的我敢，我现在不敢。哇，你是不是有来过我们家？还没修行的时候我敢。对，但是我后来发现，我每次这样跟他讲完，好像就会争执，就会不高兴，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经历过什么？那没有人可以听，我也不可能到处跟人家讲这件事，那你就听我讲一下。然后到近几年，他有一次跟我说，你不要一直觉得我一直这样跟你讲，我要讲出来，不然我会很痛苦。你说他跟你这样说？对。然后他讲完之后，我就说好。他只要每次讲，我都听他讲，就从那次之后。小红，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就是不讲会很痛苦，可是会一直讲。他对他来说，他生命当中已经找不到人可以聊这个，而且他需要有一个出口，而那个出口更像是我知道我讲了，你不会反驳我，我渴望从这个讲的过程当中，把我的委屈、把我的无奈，好好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出来。所以我想要找个人，这个很正常，因为当然这个牵扯到性别一定会有差啦，就是女生相对来说从小到大的习惯养成更多的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嘛，就他们会习惯找人聊姐妹的心事话嘛，所以我可以理解妈妈会有这样的情绪的感受是这个。所以像阿姨她聊到那些事的时候，爸爸有在里面吗？有啊，一直都有，对不对？你老爸怎样？对，因为我刚刚就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质上也是一个爱。怎么说？对啊，因为这是阿姨跟你老爸最重要的连结。有些时候我尝试去理解的一种思考是说，人是这样，我只要选择一条路，对我的人生会更好，或者我心里很自然的就知道说，反正我只要怎样就好。那我大脑就会惯性去想一些事情，符合刚刚的那些路径。可是如果说以故事来讲，几乎聊到很多，每次聊就是有一个固定的人出现，而且这一个人是他先生的话，那
我自己的感觉比较像是说，这是他跟他最深的连结，即便那一个事件跟经验是坏事，可是因为他在讲那件事的时候，他大脑出现的画面就是当时年轻的自己跟他还在一起的时候，对不对？会呢。但是他是痛苦的，对。可是为什么他是跟你讲？因为我刚心里突然有一种感觉，因为 NLP 有时候不是我们就会去探索，当一个人重复一个行为，他内在的视觉、听觉跟感觉是什么？然后我刚刚就在想说，某种程度来讲，你回到家，他跟你讲爸爸，刚好你们3个都在那一个情况下同时聚在一起。OK， 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是当这样的情况，他说的会比较舒服。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事实，是因为他不自觉的想起那些事，可能也是很痛苦，可是也因为很痛苦，但是他对他还有爱，所以他才会想起他。所以这一个好的动机想起了一个经验，可是这个经验带来痛苦，所以这个痛苦才透过你来消化，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循环。对，我蛮相信你刚刚说还有爱，因为我就一直觉得每次都听一样事。我有一次就问他说：“所以你们还有爱情吗？”就我爸过世很久，他说：“当然有爱情啊！你刚才要拎老杯怎样？”你戳中他的点了，哇！你那时候理解的当下，你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因为刚刚小欧有讲到一件事，就是出口。他后来也跟我说，我就是要有一个出口。那我就在想，过去那么久他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好像没有给他出口，感觉就你会一直跟他争论嘛。那时候就算他讲出来，他也没有好好的真的让一个人好像真的可以接住他，或是理解他为什么要讲这些。所以他后来讲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可以理解。所以他每次在讲的时候，我可能会问他问题，我可能会往好的地方问，不会再一直往不好的地方。比如说，那你觉得那么久，怎么还会想起这件事？没有。我说，那你觉得你讲出来之后，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然后或者是因为我以前有看过他们有一叠情书，很多，就是我爸当兵的时候他们写，然后就说，哎，那个情书是怎样写？谁就一直问以前的事，那个愤怒好像我就有感觉慢慢下降这样。那我就觉得，那这个对话或许也是不错，就是反而是可以让他有出口，然后我也不会那么生气。很棒哎，你找到一个方法来表达你对他的关怀。对，就是我要让他觉得我每次回去都有接触他，而不是每次回去都要跟他吵架。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棒，就是一样都是想到爸爸，但是你引导他想一些好的事情。对，而且你不会被唠叨。听那些不想听的事情，这很聪明啊！这个应该要学起来。对啊，这个应该要学起来啊。那你觉得，比方说，如果以跟你妈妈来讲，有什么是现在的你自从就是一直在修炼沟通这件事，原本你会不理解她，但是后来你更理解她的，或者原本你不能接受，但是后来很可以接受的事？其实有一件事我也不能说不能接受，但是我担心她的身体，比如说我们都会稍微饮酒回家的时候，那我妈妈本来就是固定每天都会喝一点点，但她有时候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喝固定多一点点，就会喝比较多这样。然后有几次，因为我们家有监视器，我就三不五时就看一下监视器，看她在干嘛这样。然后有一次我就想说，8点多怎么关门了？我们家卖槟榔可能都卖到9点半，然后她就躺在那边睡觉，然后一定是喝醉了。我那当下其实有点不高兴啊，因为我觉得你都年纪那么大如果你摔倒，然后我弟弟刚好又不在家，那怎么办？然后我一直在想说，我明天一定要跟他讲，打电话跟他讲这样。后来我想了一下，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学到系统嘛，就是如果以家中的排位的话，我算是他的小孩，所以我后来想了一下，他可能很开心，所以他喝更多一点了，所以他不小心喝醉了。所以我隔天就说，妈，因为我知道你跟朋友出去这样，我看那个监视器，我看到你躺在那边睡觉然后他就说：“哈哈，拍谁啊？我喝醉了。”你有看到？我都坐很边边了，你还看到？然后我就说：“对，因为我想说你是不是喝醉？然后你这样子很危险。”他说：“对不起，我以后不会了，因为我这次真的喝太多。”对，他讲台语啊，但我觉得那过程我反而觉得放轻松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一开始就指责他好不容易出去的那个心情又破坏掉。对，然后我就还好，他自己就先讲了这样子。其实刚听起来那句话是他对你也满满的爱啊，因为他即便连这样子都知道我做这些事情儿女会担心我，所以我都还是有顾及到你的感受。对，而且刚我听到这个，我也想到我跟我爸的关系也类似，
我都发觉有一部分的家长，他们其实也不想要成为儿女的负担。就我知道你们都长大了，以前我为了你们操心操累，因此我不想要你们再为了我操心操累。我不想要影响到你们。所以我听起来妈妈她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在跟你说话。对，因为她很担心我们会担心她这样子。而且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其实爸妈也都是别人的子女嘛。他们也期许着有一天他可以获得被关怀跟关爱的这个心情，也就是像你刚刚传递的，其实你传递的本质上就是爱。我想关心你，只是我们以前关心的方法稍微激烈一点，会不小心让他觉得不爽。对，那你刚刚的做法就会让他感受到满满的爱，那他就会觉得哇，其实在这世界上我是被爱的，我有人刚关怀着我。而且我觉得阿姨会说拍谁，我觉得这句话很可爱。他说我真的是不小心喝太多，然后第二次他出去玩，我说你怎么没跟我说你出去？他说我怕你会看监视器。那小欧嘞，像你自己，因为这几年你也是修炼沟通，而且访谈也好，心理学也好，课程也好，想法一直有在变，对不对？你觉得在这些变化之后，你跟阿伯阿姨他们的互动，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先讲变化之前，我在我的人生当中有一个遗憾。我小时候是我奶奶带我长大的，我奶奶她很努力的照顾我，然后用她的方式来爱我。那到我奶奶晚年的时候，因为她就有一点神志不清，所以她也不知道谁是谁，就我不想去看她，我觉得去看她，反正你也认不得我，去看你干嘛？没多久，我奶奶就过世了。其实这件事情一直在我心中是有一个遗憾，是我没办法在她的这个活着的过程当中，让她知道其实我也爱她，或者是让她知道我也想透过我的行动让她感受到这个爱。我做不到，因为已经离开了。而这一件事情一直在我心中一直遗留的很久，因为直到家人离去的好几年，我才会省思到说，哇，这个压力对我来说很沉重，它是个我说不出来的那个感受。然后当然就是每次想到我都会想哭，因为这个事情是改变不了的，即便我现在在做再多的事情都无法挽回这一件事情。所以当我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时，我就开始思考说，那此时此刻我未来的人生可以怎么做，让我身边的人不要有这个遗憾。因为我不想要再发生了，这个痛太痛了，痛到我觉得哇，我也希望我身边的人能够分享我的这个痛，但我相信这个痛苦是无法转移的。但我真的很鼓励，就是不要再发生，所以我才会因此发觉说，似乎如果我再这样做，那可能我爸妈离去的那一天，我又历经同样的这个痛苦。那如果不改变，那事实的结果就我可以预期了。所以我认为在学这么多沟通，在做这么多的改变，都其实有个动机，都是我不想要再发生的这个遗憾当成我的支撑点去做改变。其实刚刚Mo说的这个跟爸妈的这个感受，我其实都会把它当成是一种遗憾。比如说像我爸，他其实有一个病痛很奇怪，说不出来。我爸从一个原本可能60-70公斤的人变成现在50几公斤，超级瘦，然后他还是吃很多东西，但是他也有运动，但他就说不出来，然后也去做很多检查，检查到我爸不想去看医生了，他就觉得就检查不出来，而且每次检查要排很久，检查又没有用，他就不想去看医生。那当然我妹她还是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持续的关心我爸，说你就去看医生，鼓励你去看医生。然后我就在看待我们家的相处的时候，我突然看到我爸有一个缺口，那个缺口是他其实是希望有人去支持着他不想去看医生的这个理由，有人可以跟他说你没关系，你就放心的做你自己，我支持你。他希望有，但他说不出来，因为我爸从小到大都是一个蛮不想麻烦别人。我可以对你有爱，但我不想麻烦你。比如说他拿东西给我，他即便年纪这么大，他都还自己骑摩托车把东西拿给我们，然后都丢到我们家楼下。他不想麻烦我，我去跟他拿，他不想，他就这样个性。所以我慢慢理解他的这个个性的背后的这一切的思考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
好，那没关系，那我担任那个角色。所以在我妹还是逼她去看医生的时候，我只跟她说：“爸，我知道你的状况，那我只跟她说，你不管如何，你的决定是如何，我都想让你知道，我都支持你。你不想看医生，我支持你。如果你这边有需要我的帮助，或者是你哪一天真的想去看医生都没关系，你就跟我说，我都会在你身边，我会想要支持着你。”当然别想着一次沟通就会改变，不可能。所以长达了大概应该半年到1年的时间，我才慢慢的把我爸对我的那一个感受慢慢的化解，变成是他会讲一些他的感受是什么，他的原因背后考量是什么。因为我都没有问，就让他知道说，我都站在你旁边，我都支持你，不管你的这个东西对我听起来蛮荒谬的，虽然说我也是被他影响，我身上一堆病我都不去看。我其实刚超想讲我，对不对？不是我刚超想说，你跟爸爸的连结好像这里也有点像我也有我家人的性格。对，所以我知道你的感受的时候，其实我可以理解啊，就是别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超难的啊。我其实也是一个不喜欢看医生的人，然后我却逼我爸，不行哦，我现在成年人，你知道，如果你不看医生跌倒怎么办？哇，你是不是要带给我困扰？哇，你自己说不要带给别人困扰的，你还想要这样子？你要好好检讨一下自己。然后就生病了，被念到生病，对，结果我就生病了。也是因为这个抱着遗憾的心情，然后才去做这改变时，我发现我跟我们家人的关系似乎得到了一个平衡。我指的那个平衡是，我知道他们3个，我妹跟我妈还有我爸这3个人，他们在这个关系当中需要什么角色，那我尽可能用我的能力去把那个角色给扮演好。至少我可以保证，有一天他们2个或这3个人从我生命中离开的那一刻，我在誓言上就是会讲啊，我怀念他们，我不再会为了这件事情有任何的觉得对不起我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就是关系越近的人在相处跟沟通，好像我们就修炼3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我到底如何去理解以前的我到现在的我为什么会变这个样子。对，然后理解完之后，第二个才是我们如何去理解那我相处的这一个人是因为什么造就他走到现在这个位置，对不对？可是我觉得第3个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就是每一个家庭都有最佳的那个距离。有些家庭可能他们的距离都是隔几个城市这么远，然后有些就可以住在一起。但是那为什么有些可以住在一起，有些不行？其实就是那一个我可以接受别人是我的这件事情，到底那个条件有多宽啊？比方说，我就是希望我的小孩子一定要做什么工作，一定要跟谁在一起，跟怎样条件的人在一起，生活作息要怎样，要健康，要吃养生食品，然后要吃什么的，然后晚上11点要睡，跟我讲话要有礼貌，所以这一切都是很多规则，只要不符合这个规则，我就敲爆他。那到话2个人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对，一切都是我造成的。对，但是2个人都有爱彼此，只是因为你的这些条件我无法接受嘛，所以到后来只能退到一个，就是在这个距离你打不到我，而我想你的时候我回去找你，等到你气到要打我的时候，我就可以回去了。可是呢，我们会在远远的地方去挂念彼此，这个好像是一种我心里认为它好像是一个一定数量的家庭生活形态，以我自己身边朋友帮我自己看到的。我这边要补充，可能会有人听到这边会还是觉得说，没有啊，如果你都让你的长辈做自己，那怎么办？一定会有这个疑惑嘛，因为就像我，怎么会有人跟他说，你就不用去看医生？对，没错，但事实上是，当一个人发现他还是可以用他的方式来爱他小孩时，有人支持他的时候，那个力量有多强？也就是我活到这一刻，我其实人生只剩下可能20年，都已经是尾段了。但此时此刻还有我的小孩支持我，用他的方式来爱我。包括我爸，我也没有叫他说，我现在可以回家了，然后这样。我只有跟他说，就是如果说你要来的话，就麻烦你了。就我鼓励你用你的方式来爱我，他会觉得
哇，人其实都还是需要自我价值。对，我到了这把年纪，对我小朋友来说还是有价值的。所以我发现，我只是改变这个看法，我也不跟他争执。当我要拿东西给他时，我也没问说你一定要来拿，没有，我就直接按我们家电铃拿给他。我不去讨论这件事情，但我用我的行动支持你，我也用我的行动，用我的方式来爱你。我觉得这个是上课之后真正的改变。我讲一个最近我跟我妈吃饭，好啊，我想要听你的故事。其实就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因为这段时间就几乎都睡在那个工作室比较多了，跟她吃饭的时间也少。然后直到上礼拜4还是5，我那天心情很差，然后反正我妈突然打来就说：“哎，我在附近，要不要过来吃个饭？”我就去这样。结果去吃饭的时候，我就看我妈一个人就坐在里面吃得很开心了。我坐下来，她其实眼神也没有看我，她就看着我太太在讲话。我太太坐我右边，所以我被叫去那边，然后她看着我太太讲话，然后就看着她，然后她表情开心啊，但是她开心的表情在讲着她高血压，看医生啊，医生怎么讲？现在骑车头会晕。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你会有一种看着身边的人，包含我们自己也是，就是那种年纪越来越大，以前就是我怎么搞烂身体，我的身体会明天帮我复原成一个新的，我可以继续这样玩。可是当我听到我妈说，她现在已经需要刻意做什么，我才可以维持我的状态不要恶化。那个时候我看着她在讲这些事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就是我们一起在经历这一个世界，然后我们一起在经历这一个身体带来的变化带来的感触，然后我们共同在看这些事情。而他开始跟我聊他的事情，然后我也告诉他最近学院的情况怎么样，然后他说没事啊，反正压力不用太大。所以我觉得在交流这些的过程，我慢慢去感受到的是说，我们很像是2个独立的灵魂，一起在这个世界上体验这些事情。尤其在这几十年，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以前的我可能心里就会很急，听到自己的妈妈身体不好，高血压谁会不急啊？对啊，对啊。你怎么还会骑摩托车出来啊？我车给你开，对不对？然后还是怎么样？我们立刻就会想要去安排什么事。而且当他在这样讲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几年从接触 NLP 也好，思考沟通也好，开课也好，因为我觉得每一次的开课会探讨很多事嘛，他都会不断去深挖我们自己对人性的看法或对人的看法。那我发现以前我可能比较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我会那么怕？我会那么怕在关系当中是不被肯定的，我得捍卫我的正确性，甚至我得再让别人感觉到好像我对人际关系是比较淡薄的。曾经有一个人问加伯马特，他就问他某一次他在学校被性骚扰的事件，问完之后他就说，那个时候发生这件事，他对我有伤吗？那我印象中那个博士问他说，这件事你有没有告诉你家人？他说没有。他说那这个就是伤。为什么？因为他说你在小孩子的时候，你遇到了一件对你而言是很羞愧，甚至是不知道怎么办，是一个威胁，是一个伤害。但是你回到家看到你爱的人的时候，你竟然不敢跟他说，或者是有很多其他考量。不是，是那一个当下你最爱的这一个人，他竟然没有让你信任他到可以跟他说，所以你的没有说的这件事情本身已经造成创伤了。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像是说，我因为理解这些事，慢慢的我就会去明白说，可能我跟我家人的相处，或者我跟我妈妈的相处，我们2个曾经以前就会是属于那一种，他希望我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就会偏不嘛。当我需要他怎么样的时候，他就更不啊。但是这个不是我要求问题，因为我妈妈也非常做自己嘛。所以我后来对他的感觉就会变成是，我越来越可以理解我妈妈是用一个怎样的姿态在过她这一生。我越来越可以理解这件事。我有一次我也问他，我说：“你高中的时候到底在干嘛？”那怎么回答？他说他那时候是学校的那种，有点像是大家会把他当成是一个小 leader 的概念，他会说：“走福利社。”就我妈妈可能是比较海派的个性，所以我就在理解他的时候，理解到现在，
这几年我跟他的对话，你说有没有冲突？其实是有的。我甚至要不要做业务，要不要做自媒体，要不要开公司，这个对他来讲都是一种不确定性很高的事情。可是呢，如果是更早期的我是没有办法让他理解我的想法，我只能阻挡他不要管。对，你卖惯，不然我就离家远一点，不然我搬出去这样。但是我觉得这几年的修炼比较像是，我知道他不能接受我的选择，如同我也无法做出他相同的人生选择一样。可是呢，我会仍然要告诉他是，我知道你不接受，我也知道你不理解，可是我觉得我想要告诉你我的想法。而也因为我是这样的思考之后，我看待他做的那一些选择，我从来不会想要去改说，比方说他现在生病了，高血压了，要怎么样，他用什么方式去养生，那这一段我就一句话都不提。对，因为我会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爱真的从头到尾他赋予我们的其实是我在爱一个人的时候感觉到的开心，可是那一份爱的背后的期望是个人期望，他没有赋予我们一个权利，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有资格告诉你我的期望是什么，而你要走进这个框架里面。因为一旦这件事成立的时候，整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会慢慢失衡。那你觉得你之所以会想要这样改变，或者是你这样做，你背后你想要得到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没有想过我想要透过这样的改变去得到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样的改变反而是只是因为我们知道人的想法是因为什么而形成，而它形成之后会因为什么而发生变化。但是那一个变化从来不会是因为我讲的话很有道理。对，那一个变化来自于那一个人的经验里面。当然，比方说以我们如果真的要去谈影响一个人发生变化，它是有方法。可是呢，我比较不是用这种刻意的方式去做，原因是因为我相信一个人他终究有能力跟自由去做出他人生里面所想要做的选择。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日常生活里面的事，不是那种为非作歹的事情。如果今天他要选择的是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不好，或者他今天要选择的是不看医生，甚至他选择用什么方式，自始至终我都会觉得那本来就是他的选择。因为我介入了别人的选择之后呢，整件事情早就乱了套了。所以我不是以着因为这么做这么改可以得到什么，反而是因为认识到人本来就是这样想，而你介入反而会出现不好的事情。那我是以着既然本来就该这样，那就该这样。我比较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也因为理解了信念系统，理解了可能重组等级对人的概念，当然这里我就没有展开去讲刚刚那些概念，那最大原因是他要讲很久。可是我觉得自从有框架去理解人的一些所思所想，可能他的那个思考路径是什么，他的特性是什么，我觉得光是理解完这些事，而且你透过学完一个框架，在未来的可能几年时间，你不断用生活的经验去比对到后来，你会越来越知道说啊，其实能做的有限，但是能爱的很多。只是那一个能爱的很多指的是我们心里怎么看待那段关系，而我用什么我可以做到的方式去表达我想要给的那一份爱，这样。好，那这期很开心可以跟小欧还有莫聊到这边，我是 Jaco， 我是莫，小欧。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拜拜。